当刘学义告白那刻，谭松韵眼神瞬间凌厉。到底是哪句话让他心底最深的秘密被撞破？许兰香第一次踏进林府的那天，天色阴沉的像一块被揉皱的布，雨落的细密均匀，没有声势，却足以浸透衣襟。他身上那件灰青旧布衫被雨气打得微微发潮，脚边溅起的泥点像是一种无声提醒，从踏入这扇门开始，他的人生再也回不到原点。他走得稳，不急不缓，他的眼睛清亮，却并不张扬，他的神情谦和，却绝不卑微。在别人眼中，他只是一个可随时替换的三等丫鬟替身，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，就像被丢在角落的旧铜壶、旧手帕，破了丢弃，无人会注意。然而他心里却清楚的不能再清楚，他不是来求活路的，他是背着沈家沉冤而来的，是被逼到尘埃里仍要负重逆行的买火人。他没有资格喊冤，没有身份申诉，他唯一能做的是在最卑微的身份里寻找破口，在权力的阴影里摸清通往真相的路。雨声敲在院墙上，他抬头望向灰白的天，轻声说了一句：我是丫鬟，但我不是牺牲品。那一刻，命运的弦无声绷紧。剧中第一幕的服饰镜头，仿佛是一面直照人心的铜镜。许兰香头上的垂珠步摇随着步伐轻颤，每一丝微动都像是束缚女性命运的无形链条。那是时代的象征，是身份的桎梏，也是一个女子必须承受的重量。镜头没有给她太多弱者的标签，她的背很直，眼神干净到近乎锋利。导演没有用台词堆砌那个年代的沉重，而是让观众从影像里自己感受到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女性不依附男性便寸步难行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从未想过让自己沉下去。她无法改变时代，却能决定自己与时代对抗的方式。她知道，镜子里映着束缚，但眼睛里装着决心。从那一刻起，她不是在演戏，而是在跟命运对赌。林锦楼是故事真正的转折点。演员刘学义把这个角色的冷与热都演得入骨。披甲时，他像刀锋，冷得逼人；穿官袍时，他像暗火，隐忍却灼心。他第一次看到许兰香，就察觉她和府里的丫鬟不一样。她太安静，安静的不像是求生者的本能，更像是观察者的冷静。权力给了他怀疑，也给了他距离。他说服自己不要靠近他，可心却偏偏不听使唤。他身上有一种默默的力量，不是靠身份，也不是靠讨好，而是靠灵魂的清醒。那时他还不知道，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会成为他心中命运裂开的第一条缝。许兰香的智慧不是张扬的那种，而是深沉的、稳的，像被磨出来的钢。他不急着复仇，也不乱动情绪。他观察，他倾听，他记每一句话，每一次脚步声，每一个习惯。别人以为他在忍，其实他在算。他知道，在底层，锋芒是祸，沉默是盾，被轻视是伪装，被忽略是机会。他的每一步都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能抓住命运咽喉的时机。他不是为了报仇而蛰伏，而是为了夺回属于他的选择权。谭松韵的表演被不少观众称为真实的发麻，尤其那场雨中撑伞的戏。伞下，她低眉，是卑微的丫鬟；灯光一照，她抬眼，是沈家千金。一个动作，两种灵魂。她演的不是假扮，而是努力压制的骄傲与被迫隐藏的尊贵，在某个瞬间不由自主地泄露出来。她没有哭，却比哭更让人难受。那一刻的她，像是在提醒观众，她不是被命运打碎的女子，她只是暂时藏起锋芒的凤凰。林锦楼那句“我以为权力是剑，却不知情义更锋利”，不是情话，而是一个男人终于看清自己的那一刻。权力让他站得高，却绑住了他的手脚。他以为自己握住了权力，却发现自己才是被权力握紧的那个人。而许兰香的存在，让他第一次有了人的感觉。他不奉承他，不巴结他，
不靠近他，却一直让他看到权力背后的代价。他越看他，越想脱掉那层沉重的盔甲，想成为一个真正由自己决定的人。许兰香能在林府生存，不是因为运气，而是因为懂人。他能在贵妇面前举止端庄，字句恰当，也能在柴房和底层一起哼曲子，亲切自然。雅与俗，他都懂；理与心，他都通。他从不是用计谋压人，而是用方式让别人自愿靠近他，这才是真正的聪明。有一次长辈质问他：“你是丫鬟，可知分寸？”他低头，却语气平静得像湖面。悲分之人，也有不能被践踏的心。这一句让无数观众心头一震，因为这不是戏里的台词，这是现实里无数女性的心声。身份可以低，但尊严不允许被踩。他没有吼，但他站得比谁都稳。管事陷害他偷窃，全府都认定是他，他却没有慌。他让事实自己开口，他陈述时间线，指出动线漏洞，提出目击者证词，一层层逼得对方无处可逃。林锦楼那一刻才明白，这个女子看似柔，骨头却硬得很。她不是要伤人，她只是要保护自己，但那足以让所有人重新认识她。沈家冤案的线越拉越深，许兰香知道她不能退一步。林锦楼也站在十字路口，继续做权力的棋子，还是选择做他自己。这段剧情没有大喊大叫，只有呼吸都沉重的沉默。最终他放弃了自己的仕途，只为了给他打开一条能通往清白之真相的路。他说，无辜者不该死在沉默里。那一刻他不再是权力的产物，他重新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。最震撼的一幕，他手持族谱站在祠堂前，没有珠钗，没有华服，却比任何贵妇都更有力量。他的声音不是哭喊，而是带着骨子里的倔强。沈家冤案，今日碧血。这一刻，他不是丫鬟，不是替身，他是沈家真正的骨血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，女性不是附属品，她们也能站在真相面前发声。故事最后，林家承认他的智慧与能力，让他成为管事的理由不是权势，而是品质。非常感谢你能读到这里，每一个愿意倾听、愿意共鸣的观众，都是创作路上最重要的力量。如果你被许兰香的故事触动，被她的勇气激励，被她的成长打动，欢迎你订阅、点赞，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告诉我，你在她的经历里看见了哪些属于你的影子？你的每一句评论，每一次互动，都是继续讲述更多故事的动力。谢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次见。